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发展到兴盛到辉煌的同时，印度与中国的文明也不遑多让哦。而当罗马遭到日耳曼民族的入侵时，东亚也同样遭遇到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不过跟西欧不同的是，印度与中国没有陷入黑暗时代，反而因为有更强大稳固的政权，让他们的文明发展到了极致。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今天我们先来聊聊印度文明的黄金岁月。之前我们在第8集的时候曾经说过，孔雀王朝建国君王旃陀罗笈多趁着亚历山大死后，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之际，一举夺下了印度地区，自立为王。之后又跟色流谷一世打了一场各自表述的战争，忘记的朋友可以先回去看一下哦。在孔雀王朝渐渐走到末期，大约在公元前184年左右，印度再度陷入了分裂的局面。而接下来的300多年，印度文明主要呈现南北对立的状况。南方因为有德干高原的地理环境，使得政权相对稳定，但北方却受到外族侵略的影响，导致王朝兴衰频繁。首先威胁印度北方政权的是，趁着色流谷王国衰弱时宣布独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王国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所遇到的大夏。不论这个王国是不是大夏哦，它都不断侵扰与威胁着印度北方的逊加王朝，甚至还夺下了印度河流域。不过也因为这两国的攻伐，使得希腊与印度文化再次交融。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印度佛像的雕刻中呈现出类似希腊的服饰与袒胸露背的形象，就说明了双方互相影响的结果。而趁着他们互相争斗的同时，原先在新疆东部一带的月支人受到匈奴人的攻击，而分裂成大月支与小月支。大月支被迫西迁，并慢慢拓展势力，最后灭掉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成为中亚最有势力的王国。至于小月支，则留在甘肃与青海附近，逐渐与羌族融合。大月支内部有5大部落，部落的酋长称为系侯，其中贵霜部落的系侯丘就阙统一了其他4个部落，自立为王，创建了贵霜王国。而到了他的儿子颜真高继位后，又领军攻入了印度北部，从此展开了贵霜王朝统治印度北部的时期。大约在公元78年左右，颜真高的儿子迦逆色迦继位，他可以说是贵霜王朝最有名的一位君王哦。他不仅扩大了贵霜帝国的疆土，成为了古典时期少数的大帝国之一，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更召集了佛教的第4次结集大会。虽然佛教之前也有过3次结集，也有了经、律、论3藏的经典得以传播，不过却也诞生了许多流派，有了不同的见解。因此第4次结集大会便统一了教义，并用梵文撰写经文。经过这次的结集，也进一步将释迦牟尼给神格化，认为他法力无边，企图可以透过膜拜佛像祈求远离灾厄。不过这一次的结集，位于印度南方的佛教徒并没有参加哦，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教义上的南北差异。北方认为佛陀普度众生，会保佑信徒，也就是后来的大乘佛教，并经由东亚传入了中国、日本等地方。南方则认为释迦牟尼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而是一位引领人类顿悟与断除烦恼的导师。他们不膜拜神像，也不求助于神奇的庇佑，反而专注于自身的修行，力行8正道，借此达到涅槃，脱离轮回的痛苦，并以巴利语撰写经文。而南传佛教之后，则流传到了锡兰、缅甸等地。如同刚刚提到的，南方的地形属于德干高原嘛，相对封闭，让政局比较稳定一些，所以文化的发展也就比北方来得更为兴盛。不仅有各种方言与文字，像是撰写经文的巴利文以外，还有淡米尔文、铁里古文、马来亚兰文等等等等。而文艺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在于宗教艺术的成就上。佛教徒在阿根陀的地方将山壁凿空，建筑了一座巨大的佛寺，寺里有精美的壁画，其中以一幅美丽的菩萨最为闻名。至于北方的部分，在公元3世纪左右，
贵霜王朝逐渐走向下坡，形成群雄割据的情势。一直到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在各方势力的拥护下称王，开始了笈多王朝在印度的统治时期。但可别把它跟创立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给搞混了。之前我们讲过的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姓氏是孔雀，而开创笈多王朝的这位姓氏则是笈多。总之，在笈多王朝的统治下，可以说是印度文明的黄金时期哦。公元335年，三木达罗笈多继位后，开始向外扩张。他先统一了印度北方，紧接着挥军南下，征服了德干高原中南部的几个国家，最后还渡海远征锡兰等东南亚国家。三木达罗笈多不仅在军事上有所扩张，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学术研究，不惜耗费巨资赞助文学、科学、哲学与艺术上的研究。而他自己也对文艺领域很有兴趣哦，甚至还有诗人国王的美称。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继位后，邀请了9位各个领域的学者到王宫里作为他的顾问，称为9宝，也使得笈多王朝的国力与文艺达到了鼎盛。同一个时期，大约是中国在东晋的时代，当时有一位高僧法显，为了寻求完整的佛经，于是千里迢迢地跑到了印度，在印度学习了梵文与抄写大量的佛经，经过了6年后，才从锡兰经由爪哇坐船回去中国。而法显回到中国后所写的《佛国记》，则成为了后来我们研究印度文明时期的参考依据。造就笈多王朝文化兴盛的原因，除了刚刚讲的2位国王都大力提倡学术以外，也跟当时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有关。除此之外，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当时5岁的小孩就可以到公立学校就读、念书、背诵《吠陀经》等等。到了16岁左右，则可以进入大学研究5科：文法、工艺、医学、逻辑、哲学，甚至不同所大学专精的领域也有所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下，笈多王朝时代的人才辈出，各项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我们一个一个来谈。首先是文学的部分，在历经了外族的侵扰与朝代的更换，为了避免前人的著作因为动乱而遗失，他们开始汇整之前的文学遗产，包括古代的2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摩罗也纳》。这个我们之前在第8集的时候有说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回去听一下哦。至于新的创作，则有一位伽利陀说的文学家最为有名，他也是9宝之一。不仅创作了许多剧本，像是《沙公达罗》，也留下了许多诗篇，如《行云使者》《时令之环》等等。他在印度的文学地位十分崇高哦，就如同莎士比亚在英国一样。此外，自古以来，印度的北方就易攻难守嘛，有许多民族都曾经入侵或统治过，使得印度的组成民族复杂多元，这就让各地的方言与文字种类繁多。所以这个时期的学者们也归纳了各地的文法结构、语言类别，奠定了文法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我们还能够辨识梵文的主因。再来，我们聊聊工艺的部分。先前提到贵霜王朝时期的佛教徒就已经开始凿山建寺，阿根陀佛寺流传到了笈多王朝时，继续拓建，添增了更多精美的壁画。大大小小的佛像，从微小的工艺雕塑到巨大的神像，琳琅满目。而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同样也十分惊人哦。有一位名为阿耶波多的学者，在数学的领域上解答了1元2次方程式，还能正确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4位，计算三角形的面积与探讨正弦函数以及代数的理论。在天文学的领域，阿耶波多则因为观察日食、月食以及时节岁差等原因，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的日心说。而他的继承者婆罗摩笈多则将这段期间的天文学、数学等理论汇整成系统性的学科，并推算出日食与月食的时间以及月球的直径等等。或许也是因为在这样浓厚的学术环境下，后来的印度渐渐发展出方便用于数学领域使用的计算数字，
而这套简单又方便的数字呢，辗转被阿拉伯人给学了过去，并又传入了欧洲，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阿拉伯数字。另外，在物理与化学方面，几多王朝的学者们也有不少研究哦。有一位科学家卡纳迪认为，世界万物由原子所构成。这套原子论之前我们在聊希腊三哲人时也有说过，当时希腊的各个学派中，有一位德谟克里塔斯也提出了万物的组成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所组成的。而印度的科学家则根据卡纳迪的原子论，进一步解释光与热都是由发光或发热的微粒所组成的现象。至于化学则更厉害了，不仅有探讨水银的理论，还会染布、制作肥皂、玻璃，并熟练的锻造、蒸馏、气化与调制药物。尤其是炼钢技术达到了顶峰。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德里公园里的一根纪念君王功绩的铁柱，在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后，仍然没有多少生锈与破损，展现出了几多王朝时期的超高工艺水准。接着简单聊一下当时的医学。在班纳尔大学讲授医学的苏斯路陀就把当时的医学技术用梵文给记录下来，里头详细探讨了1000多种疾病的治疗方式，还有各种外科手术，像是白内障、肾结石、剖腹产等等，并且还有各种手术用具，如探针、导尿管、反射镜等等100多种。同时，他可能也是第一位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生哦。最后，我们来谈谈哲学。印度的哲学思想非常兴盛与发达，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非常大的关系。首先是我们之前谈到过，因为反对婆罗门教的阶级与传统，使得耆那教与佛教兴起，这带动了第一波的思想碰撞。而支持婆罗门教与反对的人则互相辩驳，再加上贵霜与极多王朝的开放风气，让各种教派能够并存，甚至能在公开的辩论会上替各自的信仰进行论证，造成了第二波的思想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多王朝时期，印度的哲学分成了6大体系。这6大体系简单来说，又可以分成赞同传统思想的一派，以及反对传统奥义书的另一派。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是英明学派，他们以严谨的逻辑推论为主，并偏向佛学理念。而刚刚提到的卡纳迪，更是以原子论来建立属于他的哲学体系。另外，还有禁欲苦行而想要达到解脱的瑜伽体系等等。这6大体系多半都跟宗教有关哦，并在宽容自由的学术政策下并存于印度社会。不过，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却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发明的娱乐活动恰图卡兰。这是一种双人对弈的象棋游戏，而到了7世纪左右，传到了波斯，经过改良，再由伊斯兰传入欧洲，最后成为我们所熟悉的西洋棋。但这样繁荣稳定的时代，也终究会逐渐落幕。在几多王朝的末年，大约是公元550年左右，印度再度分裂成各个小国，并且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就是叶达人。另外，也有人称呼他们为白胸人。他们领兵攻打印度后，几多王朝先是陷入了分裂状态。紧接着，有一位将领在印度西部自立为王，而他的儿子何利沙法坦纳则是趁着乱世迅速崛起。在经过10几年的征战后，再次将印度北方给统一起来，建立起短暂且兴盛的戒日王朝。后人也就将何利沙法坦纳称为戒日王。戒日王勤政爱民，虽然他信奉婆罗门教，但对佛教也十分宽容，是有名的人君之一。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就是在公元631年来到印度研究佛学，并得到戒日王的支持。在经过了5、6年的钻研后，开始到处讲道，最后带了好几百部经书回去中国。不过，在戒日王死后，宰相篡位，各地再度形成割据分裂的混乱局面。要一直等到阿拉伯人入主印度后，才又有比较稳定的政权，而这些当然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至于新的创作，则有一位钱利陀说，对，说钱利陀说，好。接着简单聊一下当时的医学，在班纳尔大学讲学，班纳尔好，在班纳尔大，而后人，这是龙哦，还是戒？还是我看着他太久，我不知道他。Google 一下，我来找找。荣日王朝、戒日王朝，是戒嘛？那个字是戒吗？有一撇是戒，里面是两撇。戒日王，戒，好，戒，好。